在第22回中，马丹阳与邱长春在寒冷的庙中打坐，因为大雪无法外出化斋。邱长春怜悯马丹阳饥饿，试图寻找食物，却因天候艰难无法成功。最终，梦中得知马丹阳的困境，张老儿家中准备了食物送去，两人因此得到了解机。马丹阳批评邱长春过于贪恋饮食，并决定与他分道扬镳，鼓励他专心修行。邱长春在此后努力修炼，但遇到了一位名叫赛麻衣的老人，告诉他因相法注定将会饿死。这使得邱长春心灰意冷，最终选择以饿死来验证相法，并在过程中领悟命运的无常。故事探讨了修行、命运与人心的挣扎。现在我们就仔细聆听七真史传的故事内容。坐善如登百尺竿，下时容易上时难。只需勤力行功果，莫使身中胆气寒。话说马丹阳同邱长春在斜谷冷庙打坐，被雪阻隔，不能出外化斋。邱长春不识马丹阳是有了道的人，只怜他是富家出身，如何受得如此冷冻，这般饥寒，焉得一碗粥汤与他解解饥渴，意欲去寻一个人户化一碗旗来供养他。走出庙来一望，只见云横秦岭，雪满千山，莫说看不见人户，连路影儿都被雪压了，不知从何下脚。若勉强走去，难免滚入雪窖，不为粥不可得，而性命亦不可保也。看罢，仍进庙来坐下，因怜马丹阳饥饿，动了这想吃粥汤的念头，扰乱了神气，心绪不宁，坐不安稳，一夜之间被这念头打搅，屡难止息。早惊动本境土直，慌忙到山凹里张老儿家中去托梦。张老儿正睡到神魂颠倒之际，忽见一个白发老翁走进屋来，说道：我庙里有2位修行人被雪阻碍，饿了3日3夜，你快起来煮些饭食送去与他们解一解饥渴。说毕不见，张老儿猛然惊觉，便将老婆子喊醒，说明此事。老婆子生平最是信神，听得此言，忙起来将火烧燃，又唤儿子媳妇一同起来，大家煮饭，便将他老子之梦与他们说之。这儿子媳妇也是欢喜，不久将饭煮好，天色已明，老儿也起来了，即命儿子将饭送往冷庙里去，请他2人用饭。马丹阳以为是邻近的人见他们挨饿，其恻隐之心送着饭来以解饥渴，也是有之，遂同长春将饭吃了，道了一声谢，仍自打坐。张老的儿子见他2人吃毕，便将碗筷收拾，各自去了。马丹阳坐到午后才起身出外，看看天色，见那边来了一人，恐惹牵缠，忙进庙来。正欲坐下，只见邱长春站起身来说道：看来修行之人也有感应，我昨夜恐师兄难忍饥饿，偶起一念，怎得拌点粥汤来与师兄解一解饥渴。这念头一起，今早即有人送饭来，岂不是有感应吗？马丹阳勃然变色，怒曰：君子谋道不谋食，你不思尽道之功，一昧贪于饮食，岂不闻过去心不可存，现在心不可有，未来心不可起？你今3心未了，一念不纯，焉能悟道？我今不再与你同行，就此分担罢。长春闻言自悔，错起念头，好言相挽。2人正言之间，庙外来了一人。此人因家内柴烧完了，是来砍庙前这几根树枝的。马丹阳见他手里拿的有菜刀，即借来一用。那人不知何用，即将刀递与他。马丹阳将刀接过，把蒲团拿来砍作2段，将刀交还那人，对长春说道：一个蒲团分作2段，你一半编，我一半编，各自办公，务得使情中待，自悟前程。说毕，出外而去。邱长春哪里肯舍，随后赶来，却被砍树之人看见，说：这般时候，师父往何处去？邱长春见问，忙答曰：要去追赶我师兄。
其人四下一望，并无人影，说：“你师兄往何处去了？我却看不见。”邱长春简中间说道：“他往这路上去了。”那人曰：“这路几十里无人烟，天色已晚，又在何处投宿？不如听我相劝，暂过一夜，明日再去寻他不迟。”长春曰：“如此，你可帮我喊叫几声，或者他听见肯回来，也未可知。”那人即在树上大叫：“道长快回来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”一连喊了10余声，并无响应，下得树来，收拾柴枝回家去了。原来马丹阳此时道果已成，故与长春分别，使他自修自练，好用功夫。若在一路，反耽误他的前程。是日出得庙来，即借土遁，一直到河南嵩山静养。于嘉泰甲子岁12月27日飞升。著有修真语录传世。7真之内了局6人，只有邱长春尚未修成。自马丹阳与他分担之后，身加勉励，立下几种誓愿，制成一首除妄诗曰：“妄念蒙时不可当，积思饭时可思汤。今将妄念一起了，改换囊时旧肚汤。要得人才筋骨断，妄贪人时口生疮。般般妄想总消尽，身内空空无所藏。事成喜之不尽，行了月余，不免有所遗忘。乃于木匠铺要了一块板，做成一个小小牌儿，借来笔墨写了8句话在牌儿上，以便触目惊心。你道那8句话：妄念欲除除不清，今于牌上写分明。妄言妄语齐除尽，妄想妄贪俱扫平。妄劫银钱手爪断，妄贪饭食口生疮。时时检点身边事，莫教七情六欲生。”邱长春将牌儿写好，带在身旁，每日总要看1、2遍，正是妄止1分，躬身1步，将这除妄功夫渐渐练得纯熟，东游西荡。一日来在河东地方，见路旁有座庄院，甚是整齐，庄门大开，时当晌午，便去化斋。见一个小厮从内出来，邱长春与他说：“我是远来，特到单庄化一饭。”小厮闻言，即入内去。去不多时，手捧一盘饭食出来，放在庄前石墩上，便请长春用饭。长春正要来吃，忽见一位老人，有50余岁的样儿，须发白白，从内出来，将长春瞧了一眼，用手在盘内取了2个蒸，给予长春，其余仍叫小厮拿进去。邱长春一见，心中不乐，对老者言曰：“这小哥捧饮食出来与贫道结缘，为何又叫他拿进去？莫非老先生舍不得，或者贫道不堪享受，请老先生明示误会。”那老者笑曰：“一饭之缘，余下焉结不起，因道长无福消受也。”邱长春大惊曰：“我连一顿饭都消受不得，其中必有缘故，望老先生明以教我。”老人曰：“余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，在江湖游走多年，断人穷通受腰，荣枯得失，毫不差错。江湖上与我取个绰号，叫做赛麻衣。适才我观道长之相是吃不得饱饭的，若饱吃一顿，便要饿几顿，不如少给一点，使你顿顿有吃。这是于老一番好意，非舍不得也。”长春闻言点了一点头，说：“老先生正沿着我的败处，不差分毫，再请老先生将我重相一遍，看我修行成道否？”赛麻衣果然又将他相了一相，曰：“不能不能，莫怪余下直言。观你相上鼻端2条纹路，双分入口，名为腾蛇锁口，因主饿死。其余别处部位虽美，然终不能免此恶也。此恶既不能免，焉能成道？”邱长春曰：“可有改乎？”赛麻衣曰：“相定终身，有何更改？除非一死方休，哪管你富贵贫贱，不论再俗出家，该饿死终该饿死，逃躲不脱，无法可解。我说2辈古人与你听。列国时有个赵武灵王，
是该饿死之相。他是一国之君，如何能饿死？因他2个儿子争位，勃起干戈，也恐他有变爱之心，先将宫门封锁，以兵把守，2下砍杀起来，一连数月不解，宫中绝粮，宫人俱皆饿死。赵武灵王饿了7日，茶水未沾，看见宫前树上有个雀巢，意欲取嫩雀啖之，有长梯在侧，移至树间，勉强精神，上得树去，谁知嫩雀已出了窝，只有一个雀蛋拿在手中，正欲食之，忽被大雀飞来，闪了一翅。赵武灵王手一松，将蛋落下地来打烂，只因相该饿死，一个雀蛋都吃不成，竟至饿死。又有汉成帝时，有一位长官名叫邓通，欲向氏说他该主饿死。他一日见了汉成帝，奏曰：臣邓通居官清廉，家无余积，向氏说我应该饿死，臣想我家如此淡薄，恐后来当真饿死。汉成帝曰：朕能富贵人，也能生死人，向氏之言何足为凭？朕赐尔云南铜山铸钱，使用1年，可得10余万铜钱，10年之中家资100万，焉能饿死？邓通自谓可以免饿，谁知成帝不久宴驾，太子登位，众文武克奏他狐媚老王，稀图肥己，敢将国家铜山私自铸钱使用，其罪非小。这后生皇帝见了本章，心中作恼，使刑部官将他家私没收，如聂先帝旧臣，不忍诛戮，打入天牢。又被多官复奏一本，断了水火，饿了7、8天，临死要口水吃，狱卒偶起恻隐，取水来倒，被狱官看见，大喝一声，狱卒心头一慌，因而失足，将身闪了一下，把1碗冷水倾泼在地，活活饿死，水都喝不到一口。此2辈古人富贵之极，终归饿死，岂非相法有准乎？所以伯夷、叔齐2人之命，情愿死于首阳山下。梁武皇帝与后秦王苻坚不知命，一饿死台城，一饿死五江山。知命不知命，该饿死终要饿死，岂能逃乎？赛马依这几辈古人把邱长春比掉了魂，将这热念化作了冷灰，一团悟道之心顿成瓦解冰消。即辞了赛马依，也不往前进，仍归西秦，一心要学伯夷、叔齐2位贤人，知命顺天。一旦来到奏地，一到溪谷，两边都是高山，中间一条深溪，溪两岸乱石纵横，是个山僻小路，少人来往。他即捡了一块大石，仰卧其上，饿了7日7夜，水都不吃一口，安心饿死。只因他是修行之人，神气饱满，轻易饿不死。若是平常之人，早已呜呼。饿到第9日，不知何处落了骤雨，平白长了一河大水，看看淹到身边。他是求死之人，要做安命听天，以验相法，不肯寻别路而死，故有此迟延。若不安命，另起一念，跳入水内，岂不省去许多困苦？古人之心执一不二，不以生死移其心念，故称良纯也。且说上流头水打来一枚仙桃，其大家泉，随着水势在长春面前浪来浪去，一股香气闻人鼻孔。长春本无意吃它，心想武灵王临死不能吃一个雀蛋，邓通临死不能喝一碗冷水，我今也是临死之际，不知可以吃此仙桃否？未知长春吃得到吃不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命不该死，终有天，赐仙桃口边来。